右邊是可以做一個公園的。我先看一下地形，然後我們主要把城市發展在這個位置。這個地圖現在還沒有開始造過城市啊。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地形啊，稍等，我看一下。這個位置可以做 CBD， 這個位置也可以做，唯獨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發展的這個地皮做大型的城市好像不太好看。找一下我比较喜歡的一個河堤啊，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訂閱一下。可以從这個位置拉一條直線，右方的石頭就不動了啊，留起來。左邊的石頭刪了。然後從這個位置做城市的話，我們還可以做階梯，利用一下這個地形啊。然後通過這個位置再拉一條直線。從右邊向前拉，海堤都得從右邊向前拉，它才是一個正常的順序。這裡可以連接一下，還得向前一點點。OK， 中間的不應該刪。你既然做城市了以後，這個石頭太多了也不好看啊。看一下我們的水資源啊，我們水資源的話還多着呢，先不着急吧。要不然的話，把這個缺口留起来，我們做一個渡船是吧？做一個公共交通也可以，這樣行嗎？沒有什麼行不行的，就這樣吧。我們現在看起來，不過這樣挺漂亮的，這樣是很漂亮的。你看這個海岸線，如果說後期市民多了以後啊，是吧？我們以市民的視角去做第一視角，然後下方多餘的土地呢，需要把它給刪了啊。這裡需要細膩一點，得有耐心，玩這個遊戲得有耐心。基本上脾氣比較暴躁的玩這個遊戲玩不成，有的地方需要一點一點的去移動，比如說像這裡啊，一會兒把這個海裡的樹木再刪了，不真實，不敢動太多，怕影響到這個岸上。然後這個護岸我們看一下，已經有河水上來了，你看我們剛才平整了一部分地形以後啊，它其實是受影響的。這個河水的高度我越看越喜歡啊，是吧？前方的樹木我們就先不動了，然後這裡看一下，把這個護岸我們往旁邊拉伸一點，把它做一個隱藏式的，引到這個石頭的下方，是吧？這樣是沒有問題的。OK， 行了啊。這個位置可以了，然後上方的山脈先做一個柔化，後期這個山上甚至還可以去做一些公墓啊，但公墓離城市太近的話大家會吐槽的。我們找一下 CSUR 的道路，這個位置既然要做城市了以後，我們就優先鋪設這個道路，在後期如果說人口多了以後，我們再架一些立交橋会比較好做一點。從這兒好像不太好看啊。我們從這裡吧，從這裡延伸，把它強制一個地面啊。旁邊的地形我記得好像剛才動過了，再把它降一下。前方的道路我們去鋪一下路網，這裡可不可以做一下格子城？格子城的話也可以，但是我的格子可能和別人的格子不太一樣。我的格子首先要按照這個地形去拉伸，比如說這樣，這個是我的格子，給你看一下，方式不一樣啊。你看右邊有一個山嘛，我們肯定要按照這個山形，這個山形是這樣一個形狀啊，然後把它地形給平整一下，平整過後再去連接，正好還可以连接一下对面酒店的道路，是吧？这個兩車道的話，我們從這兒啊，從這兒，大家不是想看格子城嗎？我們從這兒把它這個道路畫的稍微直一點，然後呢，看一下這個道路，這高速下方我們能不能再加一條道路，做一個隱藏式的？這個好像畫的有點歪啊，行，把它撤了吧。撤了以後從高速下方去增加道路，感覺
怪怪的，可能需要點耐心。這個線在這兒，可以這樣啊，我先畫一條道路，然後再把多餘的道路給刪了。啊，現在肯定是對齊了。再把這個節點給刪了，然後再把它降下來。降下來以後，我們做一個1層的道路，不浪費地形啊，要不然這個高速占的地方太多了，什麼房子都蓋不了。OK， 現在是沒有問題的吧？那個橋墩的話不行，在後期再把它給刪了嘛，或者我們替換一個橋墩。現在先連接一下，看一下效果啊。我們把地面上的這個道路呢，也可以當成一個主幹道啊，就是某一些節點現在調吧，再不調的話，後期我看不見了。哎，大哥，这条道路直接去連接，好像这個節點不是太好連了，連不成90度了。這樣可以，再把某一些彎道稍微調整一點點。哎，這樣可行，這樣可行，就這樣吧，還行吧。按照比例來講的話，還可以，無非就是這條匝道唄，覺得這個匝道有點低，但車輛現在沒有經過，車輛經過的話，你會發現它完全不受影響。如果覺得不太好看的話，可以把這個節點再抬高一點，是吧？這樣就行了唄。然後呢，這2條道路我們先連接一下主幹道吧，盡量把這個主幹道旁邊的路口我們都做成90度，要不然後期會堵車的。這一堵車的話就麻煩了。按照我們現實生活裡面是不用90度的，但這個遊戲裡面它是這樣一個設定。我發現這條路好像連不過來了，或者我們直接去連接啊，直接去連接看一下效果。反正对面是沒有車輛的，哎，這裡不90度就不90度了，反正對面沒有車輛，我為什麼想不開呢？如果是一個十字路口的話會堵車，那麼一個丁字路口也無所謂了，就這樣連接吧。哎，又為自己找了一個借口啊！這條路不能再向前走了，影響了這個匝道了，會穿模。我們直接這樣，從這兒再增加一條道路。堵車的樂趣很簡單啊！我發現你只需要把這個房子放密一點，然後道路放少一點，路口多一點，那就肯定會堵車嘛，對吧？然後一個節點03格大概在這個位置，或者我們重新來啊，一個節點03格，然後呢，同樣把它做一個彎曲。既然現在有人口需求了，那麼我們把這裡先畫一個區域啊，徵集一個名字啊，各位，又一個區域，這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先把這個區域給畫了以後，然後我們增加一個風格啊，加一個自己建築吧。這個地圖現在自己建築比較少。芭蕉扇區、考路區，加一個信息產業，然後呢再加一個商業的話，加本地的有機作物吧。這樣的話車輛會少一點。臨江新區、鐵扇公主區、芭蕉區，目前說芭蕉區的比較多一點。腳後跟區，我想一下，蒼蠅拍區，我們先叫一個芭蕉區啊，因為芭蕉區的人氣比較多一點。哎，把它諧音一下吧，好吧，這樣的話它更有特色一點。我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個輸入法，芭蕉、八角、把角，哎，叫把角區吧，可以讓我們的城市更有特色，更有味道，對吧？然後我們找一下這個護岸，把這個護岸得繼續延伸啊，通過這個小位置先把它延長，把這裡做一個階梯，然後呢留有一個縫隙。這個地形為什麼這麼不平整啊，大哥？鐵路上方有坑啊！你說這兒，哎，這坑什麼時候來的？這個地形我可沒有動過啊，我絕對沒有動過。這個怎麼回事？把它抬起來吧。這火車在經過的時候太危險了，是吧？蓋普通房子，該蓋房子了啊，不能再廢話了啊。我們找到自定義的話，先給大家看一下。我現在訂閱的自定義房子有這麼多，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。看一下啊，還有一個想法，比如說我們在中間蓋一個奇形怪狀一點的，然後在旁邊蓋一些小房子。放置一下啊，看這個房子需要多少錢。
花費0，住戶71啊，還可以接受啊，把它放在这兒。71個家庭，一個房子就夠了，一個房子把我們這個城市人口需求給解決了，還需要蓋小房子嗎？最好是普通一點的，比如說這個，看一下空3格的位置，這裡也空3格，好像空的不止3格了。那麼上方的房子可就不合理了，差不多是這個距離吧。按照這個距離，我們先把它圍成一整圈，跟一個下五子棋一樣，對吧？然後在這兒，這個距離好像差不多了。我們想象一下剩下的這個圖案怎麼去繪制。這個電源應該可以連接在一起了，先從這兒拉一根電線桿過來，電線桿拉過來以後，我們再去細想怎麼做，是吧？電線桿越過高速吧。越過高速，這個電線桿還需要抬高一點呢。但這個電線桿它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啊，各位，它只是暫行的，一會兒會把它給刪了。低密度住宅區可以啊。哎呀，把自己陷進了一個坑裡，不應該開這個頭的。一開這個頭以後，現在怎麼做感覺都不合理了。自己蓋吧。OK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那就自己蓋了啊，各位，自己蓋的話，我們看一下。最近先不造景，把人口给發展上来。大家看這個房子直接起來，基本上是比較解壓的，比我們自己去造景有的時候效果還好。先看一下啊，蓋起来這些房子可以增加多少人口。供電不足，10個家庭。這個房子現在電源應該是很快就會連接在一起的。這邊的可以把它刪了，一邊的電線桿不要了。那麼長起來的話還比較簡單一點啊，你看這個房子不能太高，太高的話我們看对面的這個農業區就廢掉了。這個農業區它不能離都市太近。我們從這個位置來看一下對面的房子，這高度正好合適啊。那麼這個地圖一共有7個島，下一個島的話我們就可以蓋一些特別高的房子。那房子給大家再展示一下最高的房子有多高。看一下比例，大家大概就明白了。你看啊，這是最高的房子，我去，這麼高。所以啊，我們在這兒放高樓的話，這個農業區我就白建造了，我只能在旁邊放那個高度的，偶爾放一個資產，可以。什麼時候開始建高房子？把這個地皮給建滿了以後啊，我們去對面去做，差不多可以去做 CBD 的時候啊，再去建一些高房子。这個地方就這樣了。CBD 是啥？ CBD 是茨波德，